大家好，我是中华情报员小华，我会专心为大家搜罗最新最好看的中国新闻和时局分析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。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最新时局消息，记得订阅并添加小铃铛哦。本次给大家带来一篇有关华为 5G 和加拿大的一篇情报速递。如果您想要听我分析更深入的华为情报，可以点赞并订阅，这样子我就知道了。谢谢。我们知道，从去年开始，美国得知中国的华为 5G 技术出现之后，倍感压力，担心会影响到美国的霸权，因此他们开始不断打压华为，并且在全球内发出通告，号召其他国家一起抵制华为。美国率先将中国华为列入封锁清单，并且连同盟友一起抵制华为，拒绝购买华为产品以及技术，并取消相关合作。白宫甚至直接给美国企业巨头公司下达命令，禁止向华为提供芯片和操作系统等。如果只是美国一国抵制华为也就算了，关键他们还联合其他国家，不停地在背后说华为坏话。其中美国的铁杆盟友加拿大就非常听美国的话，加入美国抵制华为的阵营。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，坚决对华为进行打压。我们知道，孟晚舟就是在加拿大中转时遭到加拿大方面的扣押。加拿大表示将会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进行受审。对于加拿大的行为，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将其判定为加拿大已是美国同盟的成员。当然了，像加拿大的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派毕竟并不多，其中大多数国家还是不赞成美国的做法的。比如说，美国的老冤家俄罗斯，他们把美国说的话完全当空气。俄罗斯运营商直接和中国华为签订了价值高达26亿美元的订单。除俄罗斯外，巴西方面也表态称，华为的技术非常先进，非常符合巴西未来的通信模式建设，因此他们不会听信美国的谗言，他们选择和中国继续合作。巴西总统也十分期待中华为能够给巴西的5G 通信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而加拿大也终于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而尝到恶果，加拿大大批猪肉滞销。此前中国是加拿大最大的猪肉需求客户，现在他们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中国，所以我们也毫无疑问对他们实施反击措施，其中一项就是取消猪肉合作，导致加拿大港口数以万吨的猪肉产品无法出口，而且大豆中国也不从加拿大进口了。加拿大的损失已经高达数百亿美元，已经承受不住巨额亏损的渥太华喊话中国，希望中方应放下之前对他们的成见，恢复相关商品的合作。对此中国专家表示，既然错了，那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惩罚。其实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经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而且一直以来都没有话语权。现在在全球范围内，通信协议还是以美国企业为主，比如高通和思科公司等。中国出现了华为公司，在 5G 时代中终于具备了超车的实力。华为凭借着自己众多的 5G 专利，已经成为了 5G 巨头公司，不仅在中国是无人匹敌的，在全球也具有绝对的竞争力。就是因为华为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公司的利益，因此特朗普才会对华为的 5G 设备的安全性一直产生质疑，并且还利用美国在全球上的影响力，号召其他的国家一起抵制华为的设备。美国的施压确实给华为带来了很多的影响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，已经有很多的国家都明确的表示禁止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时表示禁止使用华为设备的这些国家，他们的态度都开始发生了变化，华为也终于迎来了转机。之前英国明确的表示会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，并且打算在2020年以前就彻底结束跟华为的所有的合作。但是现在英国首相却表示要终止这个计划。其实平时关注了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人都知道，他其实一直使用的都是华为的手机。约翰逊近日表示，英国政府其实已经对目前的证据做了审核，他们表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华为的设备是具有安全问题的，所以英国也不应该因此就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。看到英国和加拿大先后解除了对华为的禁令，特朗普也再也坐不住了，他再次派遣了电信专家到加拿大，提醒加拿大不要放松警惕，并且再次强调了华为 5G 设备的安全性非常可疑。其实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给加拿大施压了，但是很显然这次即使出动了专家，也无法改变加拿大方面的态度。加拿大已经对华为持有开放性的态度了，并且华为方面也在积极的自证，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设备是不存在任何的安全问题的。所以就目前的状况来看，特朗普已经开始束手无策了。
华为也慢慢的在国际市场上面站稳脚步，只要是真心的为了民众考虑的话，华为的设备不管是从经济实惠的角度，还是稳定性的角度，都是最佳的选择。特朗普就算仗着自己的霸主地位，不断的对其他国家施压，但是很显然这些国家也开始不买账了，所以说产品质量第一才是王道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本篇短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聆听。